我带着100万现金到山里收购蜂蜜，却在准备装车时遭蜂农集体涨价，之前谈好的价格全部反悔，更是扬言烂在桶里也不卖给我。赵老板，现在的行情是81斤，但你给的收购价是31斤，你这是明抢啊！我错愕地望向眼前这个陌生的青年，村支书老马急忙上前打圆场。赵总，这位是李婶的女婿陈宇，名牌大学经济系毕业，今天特意让他代表大伙儿跟您重新议价。看着那些往日里憨厚的蜂农，此刻都缩在陈宇身后，眼神飘忽不定，我心里顿时警铃大作。合同白纸黑字签得清清楚楚，价格早已锁定，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时间紧迫，先装车吧。有什么分歧，咱们装完车坐下慢慢聊。慢着！李婶像只护食的母鸡般冲出来，张开双臂死死挡在那排蜜桶前。我看谁敢动我家的一滴蜜！李婶儿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咱们可是签了正式合同的，今天交货，现金结账。您这是要公然违约吗？站在一旁的陈宇突然发出一声嗤笑：别拿那张废纸来吓唬老实人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一切都要遵循市场规律办事。他转身煽动身后的村民：大伙儿说说，现在外面的蜂蜜卖多少钱？网上都炒到80多了，甚至还有卖100的。随即，一名蜂农掏出手机，高高举起屏幕，展示着那些经过筛选的高价截图。陈宇戏谑地转头看向我：听见了吗，赵总？您给这个价，未免太不厚道了吧？虽然怒火中烧，但我还是耐着性子解释：陈先生，账不能这么算。第一，那是零售价，不是产地收购价。第二，做生意讲究契约精神。1个月前寒潮来袭，没人敢收蜜的时候，是我给了保底收购价。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讲市场规律？而且，为了让大家伙的蜜能顺利运出去，我自费20万修了这条进村的路，还免费赠送了全新的蜂箱和专用蜜桶。如果真要算市场经济，这些沉没成本是不是也该算进去？李婶一脸理直气壮：那是你自愿的，谁求着你修路了？你自己愿意投钱，那就是你的沉没成本，跟我们的蜜价有什么关系？我震惊地看着他，1个月前那个只会点头哈腰说谢谢老板的朴实农妇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嘴经济学术语的刁民。我冷冷地盯着陈宇：沉没成本这词是你教的吧？我只是帮乡亲们普及点常识，免得被不良奸商坑了还帮着数钱。也别拿修路说事儿，路修好了您的车进出也方便，说白了还是为您自己服务的。废话少说，想拉走蜜就得按新行情来。那你们想要多少？陈宇伸出一只手在我面前晃了晃，50一斤，少1分都不行。50？现在国标1级蜜的产地收购均价才35到38块，你们张嘴就要50，这是敲诈。随你怎么说，反正蜜在我们手里，你这15辆大卡车空跑一趟，油费过路费亏几万不说，还得赔违约金。哦对了，你那合同本身就有失公平，真打官司我们未必输。陈宇凑近我，压低声音威胁道：赵总，这批蜜拉回去包装一下，卖个120不成问题，分给我们点汤喝不过分吧？做人别太毒，小心噎死。看着陈宇那张写满算计的脸，我又看向村支书老马：马支书，你也是这个意思？赵总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行情确实涨了，您就当发发善心，50块对您来说不就是少赚点吗？老马搓着手，眼神闪烁：少赚点。我原本准备的收购价其实是38元，那是我对他们的体恤和诚意。但现在面对这群把我的善意当软弱，把付出当理所当然的人，我的诚意简直喂了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翻脸的冲动。作为商人，不仅要算经济账，更要算情绪账。现在撕破脸，这批优质蜜确实可惜。50绝对不可能。考虑到大家受寒潮影响心态变动，我可以退一步，38元，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价。多出来的8块钱算是我赵某交个朋友。现在装车，现金结款。在当时市场上，这已经是顶格的收购价。我以为给了足够的台阶，只要他们稍有理智，就该顺坡下驴。然而我低估了人性的贪婪。38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都说了市场价80，你给38？心也太黑了。赵总，您这是把我们当猴耍呢？51分不能少，没诚意就请回吧。这蜜我们自己留着直播卖，到时候卖100，您可别眼红。对，我们自己卖，黑心商人滚出蜜蜂沟！
蜂农们被煽动的群情激愤，甚至有人开始推搡我的司机。看着这群面目狰狞的人，我突然觉得后备箱里那100万现金可笑至极。曾经因为山路难行，这里的蜂蜜年年滞销，最低卖到15块1斤，无人问津。我得知情况后，自掏腰包修路，给出30元的高价，无论等级统收，还专门定制了食品级高密度桶和温控蜂箱，免费送给大家。不料全国遭遇罕见倒春寒，北方霜冻，南方阴雨，主产区产量腰斩，唯独蜜蜂沟因特殊小气候，蜜源不仅未受损，反而浓度更高。此时市场价已涨至35元，我便决定提价至38元，本想以此换取长久合作，谁知真心换来的却是狼心狗肺。好，既然你们觉得自己能卖高价，那就自己卖吧。我点点头，缓缓折起合同放回口袋。全体都有，上车，掉头回城。老司机大刘愣住了，对讲机差点掉地上。赵总，真走啊？这可是15辆车，油钱都烧了不少。要不我再谈谈，给个40。这蜜确实是好东西，拉回去就能变现啊。不谈了，大刘你记住，做生意亏钱可以赚回来，但要是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还得赔笑脸，那这辈子都直不起腰。执行命令。是，全体收车回城。这一幕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他们以为我会求饶，会讨价还价，像条被捏住7寸的蛇一样，被迫接受50元的荒唐价格。毕竟谁舍得让修路的几10万打水漂？陈宇恼羞成怒地冲上来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赵建国，你敢走？你今天要是走了，以后跪着求我们都不卖给你。”我停下脚步，转身像看小丑般看着他。各位乡亲，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，到底是我赵某人不仁，还是你们不义？老天爷看着呢。少拿老天爷吓唬人，我们这是维护权益，是你心太黑。好，既然你们觉得直播能卖100，那我祝你们发大财。这泼天的富贵我赵某福伯接不住，留给你们自己享用吧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车队消失在山口的那一刻，蜜蜂沟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。我前脚刚走，陈宇后脚就跳上了村委的石磨牌。乡亲们看见没？这就是资本家的纸老虎，他心虚了，知道赚不到咱们的血汗钱了。我们赢了，陈宇真行啊，连大老板都被你骂跑了。就是咱们蜜品质这么好，还能愁卖？听陈宇的，搞直播卖80不卖100。那天中午，蜜蜂沟像过年一样狂欢，他们沉浸在战胜资本的虚假胜利中，却不知亲手斩断了连接这个封闭山村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唯一期待。他们以为赶走的是一只吸血狼，殊不知赶走的是唯一肯在暴雪天送炭的人。回到公司，我让财务总监将那100万现金重新存回银行。老板，修路的20万加上垫付的冷链定金，封箱钱加起来快40万了，这窟窿怎么填？就当学费了。另外通知法务部，准备起诉蜜蜂沟全体签约农户违约。虽然钱大概率要不回来，但我要让他们在征信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明白？那蜂蜜缺口怎么办？去联系云岭那边的基地，虽然价格高点，但量大管够。钱少赚点没关系，信誉不能丢。安排完工作，我打开手机，看到陈宇在某短视频平台注册了账号蜂农宇哥，更新了一条视频：大学生回乡创业，带你品尝深山纯正味道，拒绝中间商赚差价。第一场直播就在当晚，我点进直播间，里面已有200-300人。陈宇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站在李婶家院子里，身后堆着我送去的蓝色大桶，灯光昏暗，画质模糊。他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喊麦：“家人们看好了，纯天然无污染，深山土蜂蜜。今天宇哥送福利，不要998，也不要198，只要88一斤，包邮到家。”他拿着我原本定做取样的勺子，舀起一勺蜂蜜，展示拉丝效果。看看这成色，看看这挂壁，懂货的兄弟把想吃打在公屏上。李婶和几个大妈在后面举着歪歪扭扭的纯天然纸板，笑得一脸僵硬。评论区有人质疑：88这么贵？超市才卖40，楼上的你懂不懂？这是土蜂蜜，超市那是糖水。主播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吗？有 SC 标吗？发什么快递？包装怎么样？咱们是农产品自产自销，国家支持的，不需要那些乱七八糟的证，全国包邮，保证安全。看到这，我关掉直播冷笑一声，真是无知者无畏。他们以为直播卖货就是对着手机喊2句等收钱，却不知在没有品牌背书的情况下，信任成本有多高，更不知道蜂蜜这种流体货物，快递运输破损率有多恐怖。若不用专业防震器柱和定制泡沫箱，寄出10瓶能碎5瓶。最致命的是，他们没有食品生产许可，小规模自产自销，虽在某些政策下被允许，但一旦上了平台被职业打假人盯上，就是灭顶之灾。而且陈宇定价88元，在这个区间，消费者对包装、服务、物流要求极高，拿着最原始的塑料瓶想卖出奢侈品价格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果不其然，灾难很快降临。直播第一天，靠着大学生回乡的噱头和朋友圈杀手，他们确实卖出了几百单。李婶他们乐坏了，连夜用矿泉水瓶、老干妈罐子分装蜂蜜，报纸随便一塞就寄了出去，光快递费一单就去了12块。陈宇承诺的利润翻倍，扣除快递包装费后缩水不少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按88卖到手还有7
70多，比我的38高得多。蜂农们干劲十足，甚至开始嘲笑我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几天后一批货送到客户手里，噩梦开始了。陈宇咋回事？手机一直响，全是骂人的。陈宇正躺在炕上做发财梦，不耐烦地接过手机一看，脸色瞬间煞白，全是退款申请和差评，投诉包装差、蜂蜜泄露、质疑品质、举报无证经营。陈宇手忙脚乱地拿着手机，开始对着网友们解释：亲，那是运输意外，新土蜂蜜就是会带点酸味的。但没人听他解释，平台介入了，因投诉率过高且无法提供完善资质，蜂农宇个账号直接被禁，保证金冻结。更可怕的是，收到破损快递的客户不仅要求退款，还索赔弄脏的衣物地板。仅仅一周卖出的300多单退货率高达90%，剩下10%也因嫌麻烦没退，直接给了差评。李婶看着满屋黏糊糊的退货包裹和手机上红色的冻结提示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拍腿大哭。我的天爷，这可咋整？快递费搭进去好几千，1分钱没见着还得赔钱，这不科学啊！网上不是这么教的呀！只见陈宇缩在墙角，满头大汗，再也没了当初站在磨盘上的威风。最糟糕的是，因用不卫生容器分装，加之气温回升，原本优质的蜂蜜因缺乏专业蜜蜂杀菌处理，开始在塑料桶里悄悄发酵。空气中那股甜润花香，夹杂着一丝酸腐的酒味。直播账号被封，像一盆冰水浇灭了蜜蜂沟的虚火。村委大院里，面对拿着退货单急如热锅蚂蚁的蜂农，陈宇还在死鸭子嘴硬。大家别慌，平台封号是嫉妒咱们流量大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。咱们不搞直播了，直接找其他收购商。咱们这可是顶级土蜂蜜，只要放出口风，有的是老板抢着要。陈宇，你这靠谱吗？快递费可贴进去好几千了，咱们再也折腾不起了。叔您放心，我这就联系。陈宇掏出手机，当着全村人的面拨打网上搜来的收购商电话，但他不知道，早在离开蜜蜂沟第2天，我就在省农产品行业协会群里客观陈述了此事。做供应链最怕供货方不诚信，于是陈宇的电话打出去，所有人反应出奇一致。喂，王总吗？我这有一批蜜蜂沟顶级土蜂蜜。蜜蜂沟是老马那个村吗？赵总没接的那批货吧？你们胆子挺肥啊，连赵总的鸽子都敢放。我可不想惹一身骚，还想跟赵总合作呢。陈宇脸色变了变，强笑着对蜂农说：换一家，刘经理大量收购蜂蜜是吧？我们这有3万斤，给您优惠60%。60？你还没睡醒吧？人家赵总给38，你们不卖，现在找我当接盘侠，我最多出20，爱卖不卖。20？你怎么不去抢？那你们留着自己喝吧。陈宇一连打了10几个电话，要么直接挂断，要么一听蜜蜂沟就冷嘲热讽，甚至有人直接骂他们是刁民。最绝的是一个专门收次蜜做饲料添加剂的老板，他在电话里大笑：听说你们把赵总气跑了，干得漂亮！不过你们那蜜现在名声臭了，我收可以10块1斤，我不嫌弃你们没信用，反正我是做猪饲料的。陈宇急忙挂断电话，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村委大院。陈宇，这就是你说的抢着要，抢着要个西瓜皮，你个败家玩意，要把全村人都害死啊！叔，这不怪我，是赵建国搞鬼，他在封杀我们。人家赵总给38你不卖，非要卖80，现在好了，人家给10块还我的快递费，我家贴了500块运费，1分钱没见着。没错，赔钱。还有我家那2桶蜜，未分装都倒腾坏了。蜂农们瞬间失控，曾经被捧上神坛的大学生，此刻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陈宇被推搡的东倒西歪，原本油亮的头发乱成了鸡窝。我在办公室里听着线人发来的语音，冷冷勾起嘴角，这就叫自绝后路。商业社会有商业社会的规则，当你为了眼前小利破坏规则时，规则也会毫不留情碾碎你。我不需要刻意封杀，只需陈述事实，他们就会被这个讲究信用的体系自动排出体外。但这还不是蜜蜂沟最绝望的，如果仅仅是卖不出去，大不了便宜处理或留着慢慢吃。但老天爷似乎觉得教训还不够深刻。接下来几天，山里气温诡异回升，中午竟达20多度，这对蜂蜜来说是致命的。这批蜜虽品质好，但直播时反复开盖展示，分装时用了未消毒工具，且为图方便没用我送的专业密封盖，只随便盖了层塑料布。这天李婶刚进院子，就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不是花香，而是酸溜溜带着酒糟味的气息。她急忙跑过去揭开一个大桶的塑料布，原本如琥珀般透亮的蜂蜜表面，此刻竟冒着细密白色气泡，不断咕嘟咕嘟往上涌，一股浓烈酸味扑面而来，熏得她差点栽倒。当家的
快来呀！很快全村乱套了，不光李婶家，几乎家家户户的蜜都出了问题。蜂农们哭喊着看着自家起沫变酸水的蜂蜜，手足无措。老马看着自家院子里那几个鼓胀如气球的塑料桶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他抓起一把发酵蜂蜜塞进嘴里，瞬间吐了出来。完了，全完了，蜂蜜发酵了。现在别说38，就是倒贴钱请人拉走，人家都嫌占地方。原本的3万斤液体黄金，现在变成了3万斤需要处理的液体垃圾。就在全村人对着医院的酸水呼天抢地时，陈宇背着包正准备悄悄溜出村。他这几天一直躲在丈母娘家不敢出门，眼看蜜坏了，他知道再不走可能会被打死，但他很快就被盯着他的蜂农堵在了村口。想带着你那套破市场营销理论逃跑，门都没有！给我们把这酸水卖出去，卖不出去，你今天别想出这个村。各位叔叔大伯，这是自然灾害，不可抗力呀！我也没想到天会热，没想到蜜会坏呀！你没想到，赵总来的时候带了冷链车，是你把人家骂走的。赵总送了密封桶，是你让我们打开搞直播的。你赔我的钱，赔我的命。我瞎了眼，信了你的鬼话。那是6万块钱呀，是给娃读书的钱呀，现在全变成了酸水，你还我钱！老马站在人群外看着这场闹剧，手里那根旱烟杆已被他硬生生折断。他看着满地狼藉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我离开时的眼神，那不是愤怒，那是怜悯。作孽啊！当初赵总给38，我咋就鬼迷心窍嫌少呢？那可是送到手边的钱呢！现在钱没了，路断了，名声臭了，连亲戚情分都撕破了。此刻，整个蜜蜂沟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酸味儿，那是蜂蜜发酵的味道，也是贪婪腐烂的味道。而在100公里外的城市里，我正坐在高档餐厅，对面坐着云岭来的新合作伙伴。赵总，这次多亏您信任，这么大的单子交给我们，诚信是金，只要货好人真，价格不是问题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线人发来的视频。视频里，蜜蜂沟的蜂农正围着那堆发酵的蜂蜜桶互相指责，哭声一片。我看了一眼，面无表情的划过，关掉了屏幕。怎么了，赵总？没什么，看了一出并不好笑的滑稽戏。然而剧情并未结束，人只有在走投无路时，才会想起曾经被自己踩在脚下的那条路。我知道他们快来了。这天我刚开完晨会，准备回办公室，前台小周神色慌张跑进来。老板，楼下闹起来了。闹事？保安呢？保安拦不住，人太多了，20多号人拉着横幅，还有人跪在门口哭，说是您的乡亲来给您赔罪的。我走到落地窗前向下俯瞰，公司大楼广场上，一群衣着土气、缩头缩脑的人正挤在旋转门外。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陈宇，此刻被2个人架着耷拉着脑袋。李婶跪在最前面，正对着保安磕头。那条横幅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红字，向赵老板负荆请罪，求赵老板救救蜜蜂沟。我冷笑出声，多讽刺！1个月前他们在村口骂我是吸血鬼、黑心商，扬言让我滚出蜜蜂沟，现在却跑了几百公里，跪在我公司楼下求我当救世主。老板，要报警吗？不用，让他们在楼下等着，晾他们1个小时。这1个小时对于楼下那群人来说，恐怕比1个世纪还漫长。保安队长上来汇报，那个李婶哭晕过去2次，老马一直在抽自己耳光，而那个叫陈宇的被愤怒的蜂农逼着跪在最前面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显然来之前没少挨揍。随后我带着秘书和几个高管缓缓走出大楼，他们带来的几个密封桶因密封不严，在颠簸路上漏了气，那股发酵的酸腐味弥漫在 CBD 光鲜亮丽的广场上，引得路过白领纷纷眼鼻侧目，像看瘟神一样躲着他们。那原本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液体黄金，现在成了让他们抬不起头的耻辱印记。看到我出现，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1秒，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：赵老板啊，您可算出来了！赵老板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是人了，赵老板救救我们吧！这1年的活路全指望您了。赵老板，婶子给您磕头了。之前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听了陈宇的挑拨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蜜您收了吧，求您了。李婶一咕噜爬起来想冲过来抱我的腿，被2名魁梧保安死死拦住。他一边哭一边把额头磕在花岗岩地板上砰砰作响。老马颤巍巍走上前，手里捧着一份皱巴巴沾着泥土的合同，正是当初被他们视作废纸的那一份。赵总，我们想按合同办事，30块。不用30，20就行，只要您把蜜拉走，给乡亲们留口饭吃。那个陈宇此时缩在人群最后，像只受惊的鹌鹑，再也没了当初指点江山的锐气。我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看着他们，他们的脸被寒风吹得通红，眼神里充满卑微、恐惧和乞求。这和1个月前那一张张贪婪、狰狞、嚣张的脸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。但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记得陈宇那句穷鬼才卖30，记得李婶那句合同不算数，记得老马那句大家都不容易。马支书这时候想起合同了。
当初我带车去的时候，你们不是说那是废纸吗？老马的老脸涨成了猪肝色，举着合同的手将在半空进退两难。赵总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们的错，都是这个陈宇害的，是他骗我们说能卖80，是他P图造谣。赵总，我们把他也带来了，任您处置，只要您肯收命。赵总，我错了，我不懂事，我是法盲，你饶了我吧。看着这场闹剧，我只觉得厌恶。行了，别演了。你们恨陈宇，不是因为他骗了你们，而是因为他没带你们赚到钱。如果那天真的卖了80，你们现在还会踹他吗？你们只会把他捧上天，然后一起嘲笑我赵建国是个傻子。人群瞬间死寂，被戳穿心事的蜂农们面面相觑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我缓缓走下台阶，来到李婶带来的那桶蜂蜜前。那蓝色的塑料桶还是我花钱买的，桶身脏兮兮，盖子边缘渗出黏糊糊的液体。我伸出手，还没揭开盖子，那股刺鼻的酸味就已直冲脑门。这就是你们带来的诚意，闻到了吗？这是醋，不是蜜。赵总，虽然有点味，但还能吃，稍微加工一下就行。加工？我是做高端食品的，不是收垃圾的。这些蜜酵母菌超标几万倍，倒进下水道都嫌污染环境，你们让我收？我们可以降价10块，给10块就行，够个辛苦钱。村长，你还没听懂吗？不是钱的问题。当初我修路花了20万，送蜂箱花了10几万，带着100万现金和车队进村，给你们38元的高价，那是我的诚意，是我的信任。你们把我的信任扔在地上踩，还吐了2口唾沫。现在信任碎了，拼不回来了。别说这蜜坏了，就是它是天上的琼浆玉液，我也不会要，因为你们蜜蜂沟这3个字，在我这里，在整个农产品行业里已经臭了。饶总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那路是您修的，您不能不管我们啊！对，路是我修的。我修那条路原本是想让财神爷进村带你们致富，但我没想到路修好了，财神爷没进去，反倒把你们心里的贪婪魔鬼给放出来了。那条路就留着给你们自己走吧，能不能走出来，看你们自己的造化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，转身走向大楼，身后传来一片凄厉的哀嚎声。保安们筑起人墙，将他们死死挡在外面。我不为所动，脚步没有一丝停顿。我知道这一刻我很冷血，但我更知道，对失信者的仁慈，就是对守信者的残忍。回到办公室，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看着他们如丧家之犬一般，带着满车的酸臭和悔恨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桌上放着一杯刚泡好的蜂蜜水，那是云岭基地送来的新蜜，色泽金黄，香气扑鼻。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，很甜，这就是契约的味道。而蜜蜂沟的那群人，注定只能在余生里咽下自己亲手酿造的苦果，那滋味比砒霜还毒，比黄连还苦。